正在学中文的各位，你学中文是为了什么？花时间、花钱学一门外语到底有什么好处？其实呢，每个人开始学中文的原因都不一样。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，今天我想以播客的形式和大家聊聊天，主题是关于学习一门外语究竟会给你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。因为是播客，所以今天的内容我会用中国人之间最真实的聊天方式和语言。内容上呢，我也会尽量的说慢一点，而且单词和句子我都会选择相对于简单的、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。所以不管你是初级学习者还是中级学习者，都可以比较轻松的听下去。首先，第一个好处一定是学会一门外语会给你更多的可能。现在已经进入 AI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，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变化的非常快。以前必须由人完成的工作，现在 AI 也可以帮我们做。比如我现在的工作，如果离开 AI， 效率就会大大降低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，现在自己对 AI 的依赖程度真的在慢慢增加。所以与此同时，很多人可能会担心，我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替代？会不会被裁员？未来还有什么工作适合我？我现在会的东西，几年后还有用吗？在享受 AI 的高效的同时，这种不安是一定会有的。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。比如现在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是，企业大量裁员，大学生、研究生，甚至是博士生找工作比较困难，学历贬值比较严重。日本的话有没有这种情况呢？有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给我。在这种大环境之下，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，就是要在会一个技能的基础上会一门语言。语言加技能在任何时代一定能给你的生活、工作带来更多的保障。就比如说你会设计的话，如果你只会设计，那你可能只能做设计方面的工作。不是有名的设计师的话，随时可能被 AI 替代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会设计，同时还会中文或者一门其他的外语，那么你的选择就会更多了。你可以为日本公司工作，也可以和中国的客户合作，你也可以在中国做自媒体来获取客户，做一些兼职之类的。你能获得收入的渠道就是之前的好几倍。还是拿我自己举例的话，我现在在做中文教育相关的工作，也有在学校做国际交流方面的工作，也有一些中日贸易的工作，所以每天真的很忙。不过我觉得身体上很忙，但是内心很有安全感，这都是因为我会日语才能得到的机会。你完全可以继续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只是把中文加到你现在的能力里面。比如说中文加销售，中文加设计，中文加教育。但是学习中文不代表你将来一定要做中文翻译，或者是一定要在工作中、生活中用到中文。语言只是一个保障，自己的能力比任何外在的东西，比任何投资都更有安全感。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是语言会扩大你的世界。语言就像一把钥匙，当你不会这个语言的时候，这个语言背后的世界对你来说，它的门是关着的。不过有人说，我可以用手机去翻译呀，现在 AI 翻译也很方便。不，你自己会跟用 AI 去翻译完全是两种感觉。如果你会一门外语的话，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很多言外之意是机器翻译不出来的，比如用翻译器翻译，语言上的微妙的差别，感情上的东西是感受不到的。之前在日本的大学院学习语言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告诉我这样一句话：你永远无法通过翻译器与另一个国家建立真正的链接。
这也是我认为 AI 也许能取代一切，但无法取代语言学习的根本原因。因为只有当你真正开始学习这门语言之后，这个世界上的很多门才会慢慢的为你打开。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分享给大家：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。当你开始学习中文之后，你就可以慢慢走进中文的世界，慢慢走进中国的世界。也就是说，学习一门外语，你的人生的机会可能会变成2倍，朋友可能会变成2倍，工作的机会可能会变成2倍，可以考虑的学校可能会变成2倍，甚至谈恋爱的机会也可能变成之前的2倍。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生中很值得期待的事情。这样看来，学习一门外语不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件事情吗？所以我自己现在也在学习日语和英语。我平时的工作已经很多了，能用来学习的时间也很少。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学呢？因为我想认识更多的人，了解更多不同的想法，也想亲自走进一个又一个更大的世界。对我来说，学习语言就是在一点一点地扩大自己的认知，扩大自己人生的可能，扩大自己的世界。今天多学一个单词，明天多听懂一句话，我们的世界的边界也许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向外移动了，慢慢的向外拓展了。所以说，语言学习是一个通过日积月累一定能看到成果的一件事情，这一点也让人感到很有成就感吧。第3个好处是，语言也是一种社交方式。其实语言有很强的社交作用，它是有自己的社交属性的。比如说，我们为什么会去打网球或者去打高尔夫呢？当然，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锻炼身体，但是运动的作用不只是锻炼身体，对吧？我们也会通过运动来认识新的朋友，进入网球的圈子，或者是进入高尔夫的圈子。当然，语言也是这样。学会这门语言呢，你就可以进入会这门语言的人的圈子。我就有一位学生是为了进入中日贸易的圈子而去学中文的。会一种运动，有某个学历，拥有某种资格证，其实都可以成为你身上的一个标签，也是你个人魅力的一部分。语言也是一样，有时候语言会像一本护照，或者说像一个通行证。当你会中文以后，你就有机会进入一个原本与你没有太多联系的圈子。你可以和中国人聊天，也可以认识其他正在学中文的人。大家因为同一门语言产生联系，也会因为共同的兴趣慢慢变成朋友。而且语言和一般的兴趣爱好还有一点不同的是，运动通常需要特定的场地和时间，但语言可以出现在生活的任何地方。你可以在旅行的时候使用，也可以在工作中使用，也可以在网上和别人交流，甚至只是看到一条中文的评论，你都可以看懂之后回复对方。一个很小的互动就有可能成为一段关系的开始。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，因为会日语，我认识了很多日本的好朋友，也接触到了以前完全不了解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。很多工作机会、合作机会，甚至是现在在做的中文教育和国际交流相关的工作，也都和语言相关。这是我拓展人脉、人生实现提升的一个重要技能。所以学习一门语言也是在给自己增加一个新的社交身份。别人认识你的时候，可能会说，他会中文，他对中国文化很了解，有中文相关的问题可以问他。慢慢的，这门语言就会成为你身上的一个特点，成为你的一个闪光点。当然，会一门语言也并不代表朋友一定会变多，机会一定会变多，但是
它会让你拥有更多进入新圈子的入口，也会让你和不同人之间多一个可以开始交流的话题。有时候，一段关系的开始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理由，可能只是你用对方的语言说了一句“你好”，对方就会觉得你愿意了解他的语言，愿意了解他的文化，愿意了解他这个人。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可能因为这一句话突然就变近了。所以我觉得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，也是一种社交方式，它能让你认识更多的人，进入不同的圈子，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认识你，了解你。今天我们聊了学会中文的3个好处，当然不止这3个，也或许你有其他的关于语言学习的感想、感悟，欢迎发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分享。不管你学习中文的理由是什么，只要这个理由可以让你继续学习，不断学习，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。希望我们都可以通过语言认识更多的人，看到更大的世界，也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播客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晚安。